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腾讯司公令为播鲜火，宋祖儿、丁禹兮领衔，直接预定了年度古装剧的剧王。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剧还没拍呢，全网就已经开始沸腾的情况？我最近可算是见识到了。就腾讯那部《司公令》，原著小说里有个特别带感的开场。女主角吴珍珍，一个民间小厨娘，为了找妈妈，一头扎进了深似海的皇宫。她进的不是后宫争宠那个赛道，而是直接去了上食局，从最底层的小内人开始干起。你想啊，别人宫斗靠心机，靠眼泪，她倒好，开局一把锅铲。硬是在讲究尊卑礼法的南宋宫廷里，用一道道菜打开了局面。这个设定一出来，书粉就炸了，说终于等到个不搞雌竞，专心搞事业的古装女主了。现在剧版要开机了，这热度更是蹭蹭往上冒。说到这个司公令啊，他这个 IP 底子是真的硬。你们知道原作者米兰 Lady 吗？他可不是一般的网络写手，人家那作品是被人民日报盖过章，认证为硬核的。这就意味着这故事不是那种你爱我，我爱他，他爱他的流水线古偶。他把背景卡得死死的，南宋6上24司那套女官制度考据的可细了。剧情呢，官方说法是宫廷女官职场逆袭加美食探案加权谋博弈，听着就复杂。但说白了，就是一部古代版的职场新人升职记，只不过办公地点在皇宫，办公工具是锅碗瓢盆。现在观众多精啊，看腻了傻白甜和恋爱脑。这种主打凭本事吃饭、用智慧破局的大女主，可不就挠到痒处了吗？我看了下网上的讨论，好多人都说，终于有个剧能把事业线写得比感情线还让人上头了。演员这块儿，那更是话题中心。女主定了宋祖儿，这消息一出来，我觉得适配度挺高的。你想她那个灵动劲儿，演从市井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小姑娘，那股子鲜活气儿是够的。而且她这几年像《折腰》里的表现，大家也看到了，不是光靠颜值、演技和那种能扛住大剧的气场是在线的。关键是这剧里她的角色戏份据说超70%，从头到尾的成长线，从厨娘到统管6上的司公令，这跨度演好了绝对过瘾。现在不是都讲有效播剧吗？宋祖现在的势头，海外市场好像也挺认他。这对一部 S 加大剧来说，可是个实实在在的加分项。男主这边热闹了，虽然一直没正式官宣，但所有的风声都指向丁禹兮。我印象里他古装扮相一直不错，有种清冷又带点故事的气质。按文章里说的，他演的那个林红，表面是个厨艺高超的冷面师傅，暗地里却背着血海深仇，要搅弄朝堂风云。这个人设，禁欲系加美强惨。再和女主来个从师徒到战友再到爱人的转变，好家伙，这设定往那一放，同人太太们的素材库直接就满了。虽然是他俩第一次搭档，但这种未知的 CP 感，有时候反而比那些看腻了的组合更有吸引力。现在超话里已经有一批人在提前磕生磕死了，光有演员不行，幕后班底才是定心丸。导演是王成新，拍过《我是刑警》的，编剧请了汪红，就是那个写出了司藤的。这个组合一摆，意思就很明白了。这剧要强剧情，要类型化，要不一样的质感。司藤当年靠什么出的圈？不就是精良的制作和反套路的故事吗？所以司公令也把话放出来了，服化道要极致还原宋制美学，拍摄要实景，构图要精细，奔着电影画面去。腾讯视频的天然工作室亲自操刀，总监制是王娟，总制片人是张娜。这阵容一看就是亲儿子待遇，资源肯定是顶配。他们现在宣传就猛打质感牌，
说告别影楼风，要再现真正的宋代风雅，能不能做到咱不说，这饼画的是让人有点馋了。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点，这剧的进度，他定的是2026年3月16号在横店开机。掐指一算，这离现在可没几天了。一般来说，剧的开机仪式没那么大动静，但司公令不一样，从项目备案到发布组训，再到主演阵容的猜测，每一步都在热搜边上转悠，这叫未拍先火。制作方很懂怎么撩拨观众，一点点放消息，保持神秘感，又不断制造话题。他们瞄准的就是那批对工业糖精和降智剧情已经忍无可忍的观众，拼命强调我们这有美食破案，有智慧博弈，有女性成长。这精准营销一下子就把核心受众给圈住了。配角名单也溜出来一些，像陈若萱、李佳琦、高清晨这些名字都在转。制作方说目标是告别工具人配角，要搞神仙打架般的群像戏。这话说得漂亮，但能不能实现是另一回事。现在观众可不好糊弄，配角是不是为了衬托主角而存在的纸片人，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如果真能把每个配角都写出自己的故事线和魅力，那这剧的层次感一下子就上去了。不过啊，话说回来，现在这位播仙火的架势搞得这么大，期待值被拉得这么高，其实是一把双刃剑。所有的夸赞，什么预定年度剧王、3中 buff 拉满，全方面无短板，目前都还停留在宣传话术和美好蓝图阶段。原著小说确实扎实，但改编成剧，魔改还是升华，谁也说不准。宋祖和丁禹兮的搭档，理论上有火花，实际效果也得等片花出来才见分晓。那个号称要还原宋制美学的服化道，最后是惊艳众人，还是沦为笑谈，也得实物检验。开机只是第一步，长达120天的拍摄期、后期制作，再到最后过审播出，变数太多了。现在吹得越狠，将来万一有点闪失，反噬的力量可能也越大。我就在想啊，当下这种未播先爆的宣发模式，到底是在培养真正的剧集市场，还是在提前透支观众的信任和耐心？一部剧的成功，究竟更应该靠播出后的口碑发酵，还是靠播出前的热搜轰炸？司公令现在集齐了所有爆款该有的元素，像一张完美的拼图，但拼图拼得再好看，它终究不是一幅有生命力的画。你们觉得，决定一部剧最终命运的，到底是这些前期堆砌的爆款箱，还是那些开机之后才真正开始生长的、无法预料的剧集灵魂呢？